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苹果这样吃，比补药还补。我邻居家一位88岁的老奶奶，她的身体特别的棒，脸上也是红扑扑的，精气神也特别足。她常给我说，吃什么补药都不如这样吃苹果。做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，它的营养价值极高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个苹果，将苹果放进碗中，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只需要这么一点点，能把苹果表面打湿就可以了。很多人在吃苹果的时候，都习惯性的把苹果皮去掉。其实我们的苹果皮，它里面所含有的营养成分，比咱们的苹果肉还要高哦。去掉苹果皮，那么整个苹果吃起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价值了。虽然说口感好了许多，但是从价值方面来说就没那么高了。所以说呢，苹果皮尽量不要去掉。不去掉苹果皮，很多朋友又担心，现在的水果表面会喷洒农药，会有一些农药残留，或者是商家打的果蜡，当然也可能存在这种的情况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洗苹果皮的时候，就一定要用家里面炒菜的食盐来搓洗，利用食盐的颗粒感。那么当我们在表面搓的时候，就会在苹果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摩擦力，而这个摩擦力就会把苹果表面的脏东西慢慢的完全带走，然后再用清水反复的多冲洗2次。再把苹果抓在手上，用清水冲一冲，冲掉表面的食盐残留就可以了。洗干净的苹果，我们把它放到菜板上，用家里面的水果刀，直接这样将它切成薄片，可以切得薄一点，这样有利于苹果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好的被释放出来。切好后收入碗中，接着准备5粒红枣。如果你家的红枣比较大的话，那么准备3颗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买的这个红枣它个头比较小，我这里准备了5颗，然后再准备5颗桂圆。将桂圆和红枣清洗一下。红枣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，它里面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十分友好。而桂圆又称为龙眼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哦，我们这里必须要用干的桂圆。虽然说都是桂圆，但是晾干之后，它的口感和用处也就有所区别。把脏水倒掉，接着也加一点点盐进来，用盐这样抓一抓。只要是水果，果农为了防止虫害，都会在上面喷洒农药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种的龙眼，在新鲜的时候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叫桂圆，而不叫龙眼了？但是被晾晒干之后，又叫龙眼又不叫桂圆了。在我们抓的过程中，表面的食盐就可以溶解。食盐溶解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像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它清洗干净。再换一次清水淘洗一下。整个过程我总共换了4次清水。洗干净后控水将它捞出来。现在我们把红枣上面的果肉切下来，里面的果核就不要了。果核一不小心卡住嗓子，是十分危险的，所以最好是把它去除不要了。
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把它放在苹果的旁边。很多朋友吃桂圆的时候都是把壳去掉，其实桂圆壳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异味。在吃桂圆的时候尽量不要把壳去掉了，可以用指甲在桂圆壳上面插上几个小口子，让它的壳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，这样有利于里面桂圆的营养成分和味道更好的被释放出来，也更容易被我们吸收利用。那没有指甲的朋友，我们也可以用刀轻轻地将边缘拍一拍，全部都处理好后，也把它放在苹果的旁边。接着我们把准备好的苹果片、红枣、桂圆倒进砂锅里面。像咱们的女性朋友，有条件的还可以加入5朵玫瑰花进来。接着往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，水呢最好是用纯净水，口感会更好。盖上锅盖，开大火把它煮开。煮开后煮上20分钟的时间，整个过程都要保持中大火来煮哦。20分钟的时间到了，现在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已经完全被煮出来了，闻起来真的是太香了。我们看一看里面的水，水也成了这种的浅浅的苹果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连同里面的苹果和红枣，所有食材全部把它倒进我们平时装水的大茶壶里面。苹果片比较大，我们先把苹果片装进来，接着再把砂锅里面煮好的水倒进来。喝的时候也很方便，我们想喝多少倒多少。就这个苹果水，我们每周喝上3到4次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收获满满啦。生活中，很多朋友平时吃苹果都是吃生的，但是有很多人的体质不适合吃生苹果，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。那么不妨试一试今天给您分享的苹果和红枣这样搭配煮水来喝吧，把它当作茶饮，对身体好处非常多。有兴趣的朋友赶紧学起来吧，并且这道苹果水喝起来口感酸酸甜甜的，十分的好喝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了咱们苹果的一个新吃法，做法非常的简单。其实咱们的苹果除了可以和这些食材搭配起来煮水煮茶之外，还可以用来做小米粥。苹果小米粥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做法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再好的食材都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人群，所以呢，不要盲目跟从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选择哦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